大家好，我是小麦。我准备用3期视频来介绍一下我一日三餐都吃的是什么。想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呢，主要是因为来加拿大之前呢，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在家做饭，都在外面吃，也没有健身的习惯，这就导致了我3大营养素的摄入呢，基本上是比较失调的状态。自己虽然看起来比较瘦呢，但是其实体脂率很高，也就属于 skinny fat 的状态。来到加拿大以后呢，周围的人有很多都有健身的习惯，这样也督促自己也去尝试着去接触健身，然后也开始自己进行备餐，然后做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平常在制作自己的一日三餐的时候，也注重了这个蛋白质、脂肪跟碳水的摄入的比例。我还因此给自己制作了一个 Excel 电子表格来 track 自己每一餐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分别都是多少克，然后一天摄入多少热量，来看自己是不是达标。在这样的坚持之下呢，我发现自己确实比以前要壮实了一点。虽然没有那些健身很久那些人看起来特别的壮，但确实跟我自己相比而言，确实比以前要好很多。那下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经常吃的一个晚饭，是一个 smoothie， 就是奶昔。用到的原材料呢，就是我在第1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 Costco 的健康食物的推荐，那个视频里面介绍过的这些原材料。那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首先，这个 smoothie 是用没有加糖的杏仁奶作为 base 的，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我还会加入一些虾酸奶，虾酸奶在这里是主要给我提供蛋白质的。我这款虾酸奶呢，175克里面有18克蛋白质，还有5克糖。虽然这还有5克糖，但它不是添加进去的。大家尽量选择这种没有添加糖的虾酸奶，这样的话可以对于减脂期的小伙伴来说，可以控制你的热量的摄入。在加完杏仁奶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1根的香蕉，还有1个椰枣。香蕉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基本上你在任何一个奶昔里面，只要加入香蕉，都会让这个奶昔的口感变得非常好喝。椰枣给大家说一下，每40克的椰枣里就有29克的碳水，其中27克都是糖，2克是纤维。我在第1期跟大家介绍过，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要控制在25克以内。那有的小伙伴想那你这个40克的椰枣里面就有27克糖，那这不就超标了吗？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椰枣里面这个糖呢，它不在添加糖的范围之内，它是食物中自带的天然糖。这个糖呢，对人身体来说呢，危害没有你直接喝奶茶里面那个糖的危害大。其次呢，这个椰枣里面这个糖，它是跟着这个枣整体一起进入到你的身体。奶茶里面的糖进入你体内呢，它会瞬间升高你的血糖，对你的血糖造成一些波动，对你身体造成一些损害。但食物中的这些糖呢，它是跟其他的一起纤维啊，还有一些一起吃下去，所以它会缓缓的释放到你的血液当中，所以它的危害不是特别大。但是还是要控制食物中糖的摄入量。但是你每天只吃1颗椰枣的话，其实是还可以的，没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我会在奶昔中加入这个 hemp seeds， 就是大麻籽。它是一个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来源。每30克的这个籽呢，就有15克的优质脂肪，还有10克的蛋白质。它因为富含脂肪，所以会让你整个奶昔喝起来呢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在之前加的杏仁奶里面呢是脂肪含量很低的，所以会让比较寡淡一点。这个大麻籽呢会让整个奶昔的口感变得更加好喝。
为了保证我碳水的摄入呢，会在奶昔中加入一些无糖燕麦。燕麦之前跟大家提过了，它作为一种全谷物来说呢，它比精白米、精白面，更加的营养健康一点。首先，它保留了很多的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其次，它里面还有一些蛋白质，所以呢，它也是作为我碳水和蛋白质的一个来源。接下来呢，我会加入一些冷冻蓝莓。我选择冷冻水果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口感和它的甜度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冷冻蔬菜和冷冻水果呢，都是在这个蔬菜跟水果最成熟的时候呢，把它摘下来，然后急速冷冻。这样的话就保证它的每一颗的口感呢，都是在它最熟的状态，也是最好的状态。当然，有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这个冷冻蔬菜和冷冻水果会不会营养会大打折扣呢？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在急速冷冻过呢，它的营养成分呢都保留的非常好，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冷冻蓝莓呀，或者是冷冻草莓，或者是这个冷冻的混合莓果。最后我会加入一些深绿色的菜叶子，这是因为在第一期我提过，成年人每天需要大概500克左右的新鲜蔬菜，其中200到250克呢都是需要是深绿色的绿叶蔬菜。因为是直接入口的，所以这个绿叶菜呢，它是经过3次清洗的，所以是比较安全的。我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你能喝到很重的香蕉的味道，还有燕麦的味道。燕麦会让整个奶昔的口感喝起来是有一点点粘稠，有点像喝米糊的感觉，但又回味呢又可以尝到椰枣那个甜甜的状态，所以呢整个喝起来不会觉得很难喝，你也尝不出任何一点希腊酸奶那个酸的味道，因为已经被甜味盖过去了。那奶昔的做法就分享到这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做法的话，就请给我一个赞。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